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Western 常见问题解答之双条带。当我们遇到了像中间图片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这个数据结果该怎么样分析呢？像这个图片里面出现了一些比较模糊的一个双条带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数据是我们的实验数据出现问题了吗？我们要重新去做了吗？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分析这样的数据。当出现双条带或者多条带的时候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的话，实验操作的一些原因造成我们的结果不准确首先的话，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转模或者压片的时候，保证操作不要发生移位，造成了一些不想要的一些数据。另外的话，主样这一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建议10分钟充分主样，有些老师可能会习惯用5分钟，可以增长到10分钟，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出现变性和未完全变性的样本同时在甬道中迁移出现了一些双条带甚至更多条带的一种情况第三点的话是要看一下依抗和样本的上样量合不合适会不会这些过高引起了非特异性结合。我们建议的话设置一个样本上样量梯度，比如说尝试10微克、25微克、50微克3个梯度的上样量，然后根据情况设置抗体用量梯度，比如说抗体用量1比500、1比1000、1比2000，当然具体的话要根据说明书推荐进行一定适当的一个调整然后的话，封闭液看看要适不适合建议尝试一下不同的封闭液的效果，比如说5%的脱脂奶粉或者5%的 BSA 进行一下更换，看一下哪个封闭液更适合封闭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些非特异性结合这一点的话，在上一期我们讲非特异性条带的时候，或者高背景的时候，有给大家再次说一下。另外的话，要确认一下二抗的一个效果，比如说查阅一下近期这个二抗和其他一抗搭配使用的效果如何这是实验操作上可能引起双条带的一些原因。那么第二点的话是要看一下是不是样本本身的一些差异，就是样本本身就表达出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蛋白的翻译后修饰差异剪切体或者聚体会不会形成？另外的话，蛋白本身会不会表达不同的亚型？这些的话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多条带的情况，所以这是蛋白本身就会出现这样的表达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确认的？比如说可以查阅一下对应的一些参考文献当然的话，我们会遇到有些样本是没有比较新的一些样本或者比较新的指标没有参考文献的所以这种的话可以先去查一下 SwissProt 数据库或者的话可以找一些已经确定表达形式的一些样本，当做我们的阳性参照，同时上样进行一定的比对看一看这个现象是在阳性参照里面也出现了还是说只在我们的样本里面出现。如果在阳性参照里面出现了和一些文献报道不符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考虑更换一下抗体了但是如果只有自己的样本出现了这种双条带或者多条带，可能要考虑一下自己样本的一个翻译后修饰的差异了。另外的话如果我们有做了一些敲除或者诱导实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有趋势表现出趋势的数据能够很好的协助我们分辨哪条是非特异性条带、非特异性结合，哪条是目的条带，就是只有趋势的那条才是我们想要的目的如果有一些没有趋势那种的话很可能就是非特异性结合了。比如说我们做了敲除，发现有一条条带没有敲除效果，那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发生了非特异性结合。我们看一下这种是一些翻译后修饰或者样本本身表达差异造成的双条带像 LC3 这个指标，它有 LC31 和 LC32这2个条带同时表达，所以自己就会出现一些双条带，这种通过查阅文献或者查阅 SwissProt 数据库就可以看到的
同样的话还有 STT 这些指标，还有 ERK 这些指标，因为发生一些翻译后修饰，比如说磷酸化修饰，会造成一些多条带另外的话，比如说 MMP9 这个指标它有前体和成熟的剪切体同时去表达的时候，也会遇见一些双条带的情况。这是我们在文献或者网上截取到的一些图片所以建议大家如果遇到双条带的时候，一定要查一下文献数据。好的，感谢大家的收看。